豪门家宴，小三把蛋糕扣我头上，我擦掉奶油，连甩他7个耳光，老公吓得跪下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苏浅浅把整块蛋糕扣在我头上的时候，宴会厅里上百号人，安静的能听见中央空调风口的嗡嗡声。粉红色的奶油从我的发顶塌下来，糊住半边脸，草莓酱混着芒果粒顺脖颈滑进礼服领口，黏腻冰凉。我感觉到那块蛋糕顶部用巧克力写的寿字从头发上掉下来，砸在我脚边的镜面地砖上，发出啪的一声轻响。苏浅浅穿着香槟色高定礼服，脖子上戴着我上周看中准备送给婆婆刘慧兰的粉钻项链，她捂住嘴，眼睛睁得又大又圆，声音甜得能腻死人。哎呀，顾太太，真不好意思，人家手滑了吗？你不会生我的气吧？我只是想跟你开个玩笑。她往后退了半步，可嘴角的笑意怎么都压不住，那眼神分明在说，沈念，你完了。我站在顾家老宅宴会厅正中央，身上穿的还是3年前结婚时买的那条香奈儿旧款，手腕上一根褪了色的红绳，是顾廷琛恋爱时在地摊上买来哄我的。他说那是定情信物，我就戴了3年，洗澡睡觉都没摘过。可此刻，奶油顺着发丝滴到我手背上，把那根红绳浸得黏糊糊的。浅浅，你干什么？顾廷琛从人群中挤过来，手里还端着杯香槟，他眼里那点恼怒根本不达眼底，反而越过我，第一反应去拉苏浅浅的手。你没事吧？蛋糕没弄到眼睛里吧？蛋糕是冰的，没有烫伤，但我额头上的奶油像火一样烧。我婆婆刘慧兰从主桌冲过来，压低嗓门冲我吼，沈念，你还不赶紧去洗干净，在这丢什么人现眼？今天是老太太80大寿，你存心让顾家难看是不是？小姑子顾雨薇站在他妈身后，翻了个白眼，真没用，这种场合也能被泼蛋糕，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我站在那儿一动不动，奶油还在滴，滴在我3年如一日省吃俭用，从不敢多花顾家1分钱买来的旧裙子上。苏浅浅凑近我，声音低的只有我能听见，沈念，我怀了廷琛的孩子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我闭上眼睛，深深的吸了一口气。3年隐婚，3年卑微，3年为他顾家当牛做马。我以为只要我足够好，足够忍，就能捂热那颗心。直到今天，小三把蛋糕扣在我头上，丈夫跪在她面前求我道歉。呵，我睁开眼，慢慢抬起手，用指尖擦掉糊在眼睛上的奶油，然后我笑了。笑得苏浅浅一愣，苏小姐，她下意识挺直腰，干嘛？我反手一巴掌甩过去，啪，清脆很辣，不留余地。苏浅浅被我扇得偏过头去，半边脸瞬间浮起5个指印。第一巴掌，打你不知廉耻，勾引有夫之妇。她像被点燃的炮仗，尖叫着扑回来，你敢打我？啪！我又一巴掌扇在她另一边脸上。第二巴掌，打你当众侮辱原配，无法无天。苏浅浅整个人被我扇得踉跄2步，顾廷琛终于反应过来，上来要拽我。沈念，你发什么疯？我躲开他的手，上前一步，又一巴掌。啪！第3巴掌，打你揣着野种上门，不要脸。啪！第4巴掌，打你带着我丈夫买的项链，占着我顾家的地。苏浅浅尖叫声中带上了哭腔，
顾雨薇想过来拉偏架，被我一记眼刀钉在原地。啪！第5巴掌，打你绿茶成精，装模作样。啪！第6巴掌，打你欺我3年，真当我没有脾气。7巴掌，我手腕酸麻，整只手掌都在发烫，苏浅浅的脸已经肿成猪头，妆全花了，嘴角裂开一道血痕。我仍没停，揪住他礼服的肩带，把他拽到眼前，用尽全身力气扇下最后一记。啪！苏浅浅像断了线的木偶，整个人朝自助餐台撞过去，哗啦一声撞翻了刚搭好的香槟塔，玻璃杯碎了一地，香槟泼溅，宾客尖叫着后退，他倒在地上，捂着肚子，哭得撕心裂肺。沈念，你疯了！顾廷琛冲过来，一把攥住我的手腕，他力道大的像是要把我的骨头捏碎，青筋从手背抱起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压低声音，每一个字都从牙缝里挤出来。我从来没在他脸上见过那种表情，恐惧，货真价实的恐惧，不是对我，是对地上那个被我扇成猪头的女人。她是苏氏集团苏振廷刚找回来的外孙女，苏家唯一的继承人。苏家动动手指，我们顾家就完了。他越说越快，声音开始发抖。沈念，你闯了大祸，你知不知道苏家是什么来头？港城的地产之王，黑白2道通吃，他们只要打一个电话，我们顾家的所有合作方都会撤走。他双膝一软，竟真的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，双手还死死抓着我沾满奶油的裙摆。沈念，算我求你了，快给他道歉，现在跪下求他，说不定还能保住我们全家的命。我低头看着这个男人，我的丈夫，同床共枕3年的男人。他跪在我脚边，西装裤腿沾满香槟和玻璃碴，英俊的脸因恐惧而扭曲。他求我给小三道歉。顾廷琛，你跪我。我声音很轻，轻的几乎被周围的嘈杂淹没。对，我跪你，我给你磕头都行，你快去给浅浅认错。他眼珠子发红，真的做出要磕头的姿势。你只问我知不知道他是谁，我慢慢蹲下身，与他平视，奶油还在从我鼻尖往下滴。那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顾廷琛愣住了，他看着我，像不认识一样。沈念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没有回答，我缓缓站起来，从湿黏的头发上摘下一根奶油沾着的发丝，轻轻弹开。就在这时，宴会厅厚重的双开木门被猛地推开。沈小姐，沈小姐！管家老陈跌跌撞撞冲进来，西装扣子都跑掉了一颗，脸色白得吓人。老爷子来了，沈老爷子亲自来了。顾长海站在主席台旁，手一抖，酒杯摔在地上，琥珀色的液体溅了一地。哪个沈老爷子？沈国邦，沈氏国际的沈国邦 ，A 城那个沈家，他的车队已经到老宅门口了。满场死寂。沈国邦 ，A 城商界没人不知道这个名字。如果说苏氏集团是港城的猛虎，那沈氏国际就是整个华国商圈的航空母舰。20年前，沈家悄然隐退，但江湖上没人敢轻视，沈国邦跺跺脚，半个亚洲的市场都要抖3抖。顾廷琛还跪在地上，脸上的表情从慌乱变成惊愕，又从惊愕变成难以置信。他松开了我的裙摆，嘴唇翕动。你跟沈家是什么关系？我没有回答，我转过身朝门口走去。
高跟鞋踩在奶油和碎玻璃上，发出嘎吱嘎吱的脆响，每一步都像踩在这3年屈辱的灰烬里。苏浅浅被顾雨薇扶起来，半边脸肿得老高，哭花了眼线，像只被踩了尾巴的猫。沈念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外公不会放过你的，我要你滚出 A 城，我要你跪在地上求我。门口，一个穿黑色中山装的老人拄着龙头拐杖走进来，他满头银发，腰背挺得笔直，身后跟着12名黑衣保镖，分成2列，气场压得整个宴会厅鸦雀无声。他目光扫过满地狼藉，最后落在我脸上。念念，外公来迟了。满场哗然，有人倒吸冷气，有人手里的酒杯掉在地上，顾廷琛瘫坐在地上，眼睛瞪得几乎要裂开。外公。我走到沈国邦面前，鼻子发酸，但没有哭。外公，不迟，刚刚好。沈国邦看到我头发上的奶油，脸色一沉，眼中杀意一闪而过。谁干的？我侧头看向苏浅浅，苏浅浅还没从震惊中回神，脸肿的连眼睛都眯成一条缝，却还在嘴硬。就算是沈家的人又怎样？我外公是苏振廷，我们苏家不怕你们。沈国邦笑了，那笑容冷得像腊月寒风。苏振廷就是那个60年前从沈家祠堂偷走3根金条逃去港城的苏阿贵，他见了我得跪着叫一声恩公。苏浅浅脸色瞬间惨白，嘴唇哆嗦，不可能，你胡说。沈国邦不再理他，他转身对旁边大气不敢喘的管家说，把顾家大门关上，今天一个都别想走。顾家老太太坐在轮椅上，面色铁青，终于颤巍巍开口，沈老爷子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沈国邦龙头拐杖重重一顿，发出咚的一声闷响。我外孙女在你们顾家受了3年气，今天被人当众泼蛋糕，你们顾家一声不吭，连个屁都不敢放，现在跟我说误会。顾长海冷汗直冒，小跑过来点头哈腰，不是，沈老爷子，我们真不知道，念念是您外孙女啊。不知道就能欺负了。沈国邦声音拔高，整个大厅回荡着他的怒意，他嫁进你们顾家，是给你们当牛做马的，我沈国邦的外孙女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顾家作践？他转向我，语气柔和下来，念念，你想怎么处理？我看向顾廷琛，他还跪在地上，脸色灰白，眼神里充满哀求，像条被主人踩住尾巴的狗。沈念，我错了，我被猪油蒙了心，我不知道你是沈家的人。顾廷琛，我打断他，声音平静的没有一丝起伏。这3年，你一共给苏浅浅花了多少钱？他嘴唇哆嗦，3000多万。3000多万，我冷笑，那是我给你的故事周转资金里的1/3，你用我的钱养小三，现在还用他的背景来压我。全场再次哗然。顾长海瞪大了眼，什么？顾氏的钱是你给的？不然呢？我转头看他，你以为顾氏这几年靠你那个废物儿子能撑下来？顾长海，你们全家都是我在养。刘慧兰尖着嗓子冲出来，你胡说，你有什么证据？我拿出手机，点开银行流水，按下投屏键，宴会厅的大屏幕上一张张转账记录清清楚楚。第一笔3年前2000万，备注顾氏资金周转。第二笔2年前5000万，备注
故事并购案。第3笔，1年前8000万，备注故事欠款。一笔笔累计7亿，日期从3年前开始，每一笔都明明白白。会场不断响起抽泣声，有人已经开始窃窃私语。顾家人的脸从青到白，从白到红，最后变成一片死灰。沈念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顾廷琛喃喃地问。因为我是沈念，我盯着他，一字一句，沈国邦的外孙女，沈氏国际唯一继承人， M 集团幕后总裁，这3个身份够不够？我往前一步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我为了你隐瞒身份，洗手做羹汤，你妈说我不配，我忍了；你妹妹冷嘲热讽，我忍了；你夜不归宿，我忍了，因为我觉得你娶我是因为爱我。我笑了笑，那笑容一定比哭还难看。直到今天，你跪下来求我给小三道歉。顾廷琛猛地爬过来，抱住我的腿，声泪俱下。念念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保证跟苏浅浅断了，我保证以后只爱你一个人。我后退一步，裙摆从他手里滑出。重新开始，你配吗？我转头对沈国邦说，外公，我要离婚。沈国邦点头，离。顾家这些年从你手里拿的每一分钱，我都要他们连本带利吐出来。另外，我看向苏浅浅，她已经被吓得瘫倒在地，顾雨薇也缩到墙角，不敢出声。苏浅浅，你刚才说你怀了顾廷琛的孩子。她捂着肚子，眼神惊恐。你想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我只是想提醒你，你最好真的怀孕了。因为如果是假的，你那个苏家千金的身份也可能变成苏家管家的女儿。他瞳孔骤缩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笑了，拿出手机拨了个电话。喂，陆时衍，帮我查一下苏浅浅的 DNA 鉴定报告，发到苏振廷邮箱，顺便把他的经纪人叫过来，就说我有几个税务问题想聊聊。电话那头传来低沉温柔的男声，好，10分钟。挂断电话，我看向苏浅浅，你猜，你那个刚认你3天的外公，知道你是冒牌货之后，会怎么对你？苏浅浅彻底崩溃，尖叫着往后爬。不，你胡说，我是真的，我是苏家千金，我真的是。我一步步走过去，蹲在他面前。你不是真正的苏家外孙女，叫沈念，3年前在川西支教时救了一个出车祸的老人，她以为自己是孤儿，后来爱上了一个男人，为了他洗手做羹汤，隐瞒身份，受尽委屈，直到那个男人把小三带到他面前，把蛋糕扣在他头上。苏浅浅僵住了，肿成缝的眼睛拼命睁大。你才是。我没有回答，我站起身，环视全场。今天在场的人，我给你们2个选择，要么离开顾家，以后商场上见到我沈念绕道走，要么跟顾家一起等死。话音落下，不到3分钟，宾客走了一大半。顾老太太捂着心口，当场晕了过去。顾长海扑通跪下，念念，我们是一家人啊，你不能这样。一家人？我回头看他，你儿子出轨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一家人？你老婆让我跪着给苏浅浅洗鞋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一家人？他哑口无言，只能一下一下磕头。我最后看了一眼顾廷琛，他跪在原地，泪流满面，西装上全是奶油和香槟，
像条丧家之犬。顾廷琛，你知道你失去的是什么吗？我轻声说，不是沈家的钱，也不是我的身份，是一个曾经愿意为了你与全世界为敌的傻子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。高跟鞋踩在奶油和玻璃渣上，每一步都发出清脆的响声。这一次，我不再回头。从顾家老宅出来，我上了外公的黑色迈巴赫，沈国邦递给我一条温热的湿毛巾。擦擦，小姑娘家，别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。我接过毛巾，一点点擦掉头发上的奶油，刚才在人前没掉的眼泪，这会儿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滚。哭吧，哭完了就回家。外公拍拍我的手背，沈家的女儿可以哭，但不能在外人面前哭。我把脸埋进毛巾里，肩膀发抖。3年了，我好像终于可以痛快的哭一场。外公，对不起，让您担心了。我声音哽咽。傻孩子，你是我沈国邦的外孙女，没有人能欺负你。他顿了顿，语气变冷，顾家那小子，我不会放过。我摇头，外公，这次让我自己来，顾家欠我的，我要亲手讨回来。沈国邦看了我一眼，笑了，好，像你妈妈。回到家，我洗了个澡，洗了3遍头发，才把奶油和那股甜腻的草莓味完全洗掉。镜子里那张脸还是美的，只是眼底多了几分凌厉。当晚，我让律师拟好了离婚协议，顾氏集团15%的股份归还，3套别墅归还，7亿现金归还，外加违约金2亿，共计9亿。顾廷琛净身出户。律师问我，沈总，违约金2亿，对方会不会主张过高？我笑，他会签的，因为他没有选择。第2天一早，我带着律师团队去了顾氏集团。顾氏大楼顶层，顾长海和顾廷琛都在，他们一夜没睡，眼底乌青，看到我像看到鬼。沈念，你来得正好，我们正想跟你商量。顾长海陪着笑迎上来。我把离婚协议甩到桌上，没有商量，签字或者法庭见。顾廷琛看着协议，手在抖。9亿，念念，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你的命？我冷笑，我当初给你7亿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觉得多？苏浅浅一条项链600万，1块表200万，你们一家去马尔代夫花了300万，全他妈是我的钱。9亿，我还少算了利息。刘慧兰从门外冲进来，指着我的鼻子骂，沈念，你个扫把星，你害我们顾家还不够，还想逼死我们，你有没有良心？我侧头看她，婆婆，你说我害顾家？那好，我问问你，去年顾氏资金链断裂，是谁拿出3个亿补上的？她语塞。前年你炒股亏了5000万，是谁替你还的？她脸色发白。大前年顾雨薇在国外撞了人，和解金300万，是谁出的？她低下头，不敢看我。我冷笑，你们顾家从老到小全在吸我的血，现在跟我谈良心，你们也配？顾雨薇躲在门口，小声嘟囔，谁让你自己愿意的？我猛地看向他，顾雨薇，你去年开车撞人逃逸，我花了300万摆平，没让你坐牢，你觉得我愿意是不是？那好，我现在就撤销和解，让受害者重新报案。他吓得扑通跪下，嫂子，嫂子，我错了，你别，我求你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看向顾廷琛，签字。顾廷琛拿起笔，手抖得厉害，
他抬头看我，眼眶通红，念念，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？我们好歹夫妻一场，你出轨的时候怎么不记得我们夫妻一场？我只是一时糊涂，睡了苏浅浅3年，一时糊涂给他花了3000万，一时糊涂让她怀孕。他被堵得哑口无言。签字，或者我让你顾氏今天破产。我语气平淡。顾长海急了，冲过去一把抓住顾廷琛的手，签，快签，你这个孽障，还愣着干什么？顾廷琛最终在协议上签了字。我没有多看他一眼，带着律师离开。走到门口，我回头，3天之内9亿到账，否则我会向法院申请冻结顾氏所有资产。顾长海瘫坐在椅子上，像老了10岁。离婚第3天，顾家的9亿没有按时到账。我早就料到他们以为拖延有用，我直接让助手把顾氏偷税漏税的证据发给了税务局，同时通知银行停止对顾氏的一切贷款。当天下午，顾氏股价暴跌，市值蒸发20亿。顾长海给我打了47个电话，我一个都没接。晚上，我接到一个陌生号码，接通后是一个苍老但威严的声音：沈小姐，我是苏振庭。我坐在书房里，翻看着 M 集团最近的收购案，语气平淡：苏老先生，有事。浅浅的事我已经知道了，我今天来是想跟你道个歉，顺便问问你关于他身份的问题。他顿了顿：你让人发到我邮箱的 DNA 报告，我看了。然后呢？报告显示，她确实不是我的外孙女。苏振庭的声音有一丝颤抖。那我的亲外孙女在哪里？我放下文件，嘴角微扬。苏老先生，您确定想知道？当然。他3年前在川西支教救了一个出车祸的老人，那个老人就是我外公沈国邦。他为了给一个学生挡落石，左肩被砸伤，留下了一道疤。电话那头传来玻璃碎裂的声音，苏振庭呼吸急促。他在哪？他那时候以为自己是个孤儿，后来他爱上了一个男人，为了他洗手做羹汤，隐瞒身份，受尽委屈，直到那个男人把小三带到他面前，把蛋糕扣在他头上。苏振庭沉默了许久，声音沙哑：是你？是我。你早就知道我是你外公？知道。3年前外公查到我的身世，但他没说，他让我自己选择。苏振庭长叹一声：是我对不起你妈妈，当年她离家出走，我找了她20多年。我眼眶微热，但没有松口。苏老先生，我现在姓沈，我不缺外公，也不缺身份。不过苏浅浅那个冒牌货，您打算怎么处理？他冒充我外孙女，骗取我的信任和财产，我已经报警了。苏振庭冷冷道：他背后的那个假鉴定师，我也会追究。那最好。另外，苏浅浅偷税漏税、伪造学历、雇人打砸竞争对手的证据，我这边也有，会发给你。好。沈小姐，不念念，我能见见你吗？我顿了顿，再说吧，先让该处理的人处理了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站在窗前，看着 A 城的夜景，忽然觉得有些讽刺。3年前，苏浅浅还是我资助的贫困生之一，她跪在我面前，说会一辈子报答我。3年后，她抢了我的丈夫，把蛋糕扣在我头上。第2天，苏浅浅被苏家除名、解约、封杀的消息上了热搜，
她从一个即将嫁入豪门的小花，变成了人人喊打的骗子。我去了一趟拘留所，隔着玻璃，苏浅浅穿着一身囚服，脸还肿着，看到我像看到鬼。沈念，你不得好死，你就是个恶毒的女人，你抢走了我的一切。我平静地看着她，苏浅浅，3年前你考上电影学院没钱交学费，是谁给你的？你妈病了，需要手术费，是谁出的？你进娱乐圈被导演欺负，是谁帮你摆平的？他张了张嘴，眼神闪烁，那是你自愿的。对，是我自愿的，我把你当亲妹妹，你却爬上我丈夫的床，怀了他的孩子，还在家宴上泼我蛋糕。我笑了笑，现在你告诉我，谁抢了谁的一切？他终于崩溃，扑在玻璃上嚎啕大哭。沈念，我错了，我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是顾廷琛勾引我的，是他骗我说会娶我，你放过我。放过你？我站起身，你当初在顾家宴会厅对我说的可是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我转身离开。沈念，沈念，你别走，我求你了，我肚子里真的没有孩子，我是骗你的，我根本没怀孕。我的脚步没有停。从拘留所出来，我接到林微微的电话。念念，你没事吧？我听说顾家的事了，气死我了，顾廷琛那个王八蛋，苏浅浅那个贱人。你现在在哪？我来陪你。我听着他关切的语气，心里却一片冰冷。林微微，我大学最好的朋友，这3年，我每次受了委屈，都是她陪着我，听我倾诉，我把她当亲姐妹，甚至在顾氏最困难的时候，托她给顾氏介绍过2个客户。可就在昨晚，陆时衍发给我一份聊天记录，林微微和顾廷琛的聊天记录。时间从2年前开始。廷琛，沈念又给你钱了，你可要好好谢谢我，要不是我帮你瞒着，他早就知道你把钱拿去养苏浅浅了。微微，多亏了你，等我和浅浅结婚，一定给你包个大红包。婚外情刺激吗？他那个蠢货，还当我是好闺蜜呢。每一个字都像刀扎在我心上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对电话说，微微，我在家，你过来吧。半小时后，林微微来到我的公寓，她穿着大牌套装，化着精致的妆，一进门就拉着我的手，眼泪汪汪。念念，你瘦了，都怪顾廷琛那个渣男，我早就说过他配不上你。我给他倒了杯水，笑了笑，微微，我们认识多少年了？他愣了一下，从大学开始7、8年了吧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这7、8年，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。我把水推到他面前，喝点水吧。他接过水杯，喝了一口，又开始说，你现在是沈家大小姐了，以后可不能再让人欺负，顾家那些势利眼，就该让他们跪下来求你。对了，你的身份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以前怎么不告诉我？你没问过。我看着他，微微，你以前有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？他手一抖，水杯差点掉地上，他强笑着，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对不起你？念念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听谁胡说八道了？我拿出手机，打开那段聊天记录，放在他面前。林微微的脸瞬间煞白。不是，念念，你听我解释，这是合成的，一定是苏浅浅那个贱人陷害我。林微微，我打断他，这个微信号是你自己的，聊天记录里你还发了你穿我这条项链的自拍，就在我生日那天。
他低头看到自己脖子上的项链，那是去年我送他的生日礼物。他猛地捂住脖子，像被烫到一样。念念，我错了，我一时糊涂，是顾廷琛他逼我的。他逼你跟他上床，逼你帮我介绍客户，其实拿回扣，逼你在网上买水军黑我。他瘫坐在地上，眼泪说来就来。念念，你打我骂我都行，别跟我绝交，我真的把你当最好的朋友。我蹲下来，看着他的眼睛。林微微，你知道被最好的朋友背叛是什么感觉吗？比被老公背叛疼100倍。他哭得说不出话。从今天起，我们不再是朋友，你以前从我这里拿走的，我会让你全部还回来。我站起身，拉开门，滚！林微微连滚带爬地离开。半小时后，我收到一条短信，沈念，你别以为你赢了，你以为顾廷琛真的不知道你是谁吗？我告诉你，他早就怀疑你是沈家的人，只是不确定，他娶你就是图你的钱。我看着短信，笑了，那就更有意思了。顾廷琛被逼到走投无路，终于约我见面。我们约在一家私人会所，他坐在我对面，胡子拉碴，眼袋深重，完全没有了往日的风流倜傥。念念，看在我们夫妻3年的份上，放过顾氏吧。他声音沙哑。我端起咖啡，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。9亿到账，税务局撤案，银行恢复贷款，很简单的交易。9亿我拿不出来，你明知道顾氏现在账上没那么多现金，那就用顾家老宅和顾氏集团抵押。我听说顾家老宅那块地值5个亿。他脸一沉，你要赶尽杀绝。赶尽杀绝，我笑了。顾廷琛，你当初用我的钱养苏浅浅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赶尽杀绝？你联合林微微骗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赶尽杀绝？他看着我，眼神里闪过一丝阴郁。你早就知道我的事，所以你今天是来报复的。不，我只是来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他沉默了几秒，忽然笑了，那笑容让我觉得陌生。沈念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我告诉你，顾氏最值钱的不是地产，也不是现金，而是我在海外的一个生物科技项目。那个项目价值上百亿，只要我卖掉它，9亿根本不算什么。我挑了挑眉，你说的是瑞康生物？他脸色一变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拿出手机，打开一份文件递给他。瑞康生物，3年前你在海外注册，用的启动资金是我给你的7亿中的2亿。这家公司你以为只在你自己名下？他接过文件，手开始发抖。你怎么有股权书？因为你注册公司时用的那份身份证明是我找人帮你办的，法人代表那一栏写的是我的名字。顾廷琛猛地站起来，脸色惨白。不可能，我明明委托的是……你委托的是林微微的哥哥林浩，而林浩是我的人。他整个人像被雷劈中，跌坐回椅子上。沈念，你从3年前就开始防着我了。我摇摇头，不是防你，是我外公教我的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他说，一个男人如果真的爱你，不会觊觎你的钱，反之，他一定会。顾廷琛看着我，眼神复杂，有愤怒、恐惧、懊悔，最后变成绝望。念念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保证跟苏浅浅断干净，以后只对你一个人好。我笑了，眼泪差点笑出来。
顾廷琛，你到现在还想骗我？你刚才说那个生物科技项目价值100亿，可你忘了吗？那个项目的核心技术是我3年前熬夜帮你写的。他愣住了。你帮我写的？对。所以项目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你注册的壳公司，而在于我手里的专利。没有专利，你的瑞康生物就是一堆废纸。顾廷琛彻底崩溃，他从椅子上滑下来，跪在我面前，声泪俱下。念念，我求你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别毁了我，别毁了故事。我看着他，心里已经没有一点波澜。你当初为了利益娶我，为了利益出轨苏浅浅，现在为了利益跪我。顾廷琛，你这个人从头到尾爱的只有你自己。我站起身，拿起包。3天时间，9亿，否则我会公开瑞康生物的专利归属，顺便把你们顾家这些年走私、洗钱、偷税漏税的证据交给警方。顾廷琛瘫在地上，像条死狗。我拉开门，门外站着一个男人。陆时衍穿着黑色西装，身姿挺拔，眉眼如画。他看到我，唇角微扬，忙完了。我走到他面前，笑了笑，你怎么来了？来接你，外公说你今天可能会心情不好。我鼻子一酸，我没事。他伸手轻轻擦掉我眼角的泪，以后不会再让你受委屈。我抬头看他，心里某个角落慢慢回暖。3天后，顾家的9亿终于到账，顾长海卖了老宅，抵押了公司，甚至借了高利贷。顾老太太中风住院，刘慧兰带着顾雨薇跪在我公司楼下，哭着求我放过他们。沈念，以前都是妈不对，妈给你道歉，你回来吧，我们全家都离不开你啊。嫂子，我错了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你别让顾家破产啊。我站在落地窗前，看着楼下的闹剧，对助理说，让保安把他们请走，如果再来就报警。助理点头出去。晚上，我接到医院电话，说顾老太太想见我最后一面。我去了医院。病房里，顾老太太躺在病床上，插着氧气管，瘦得脱了形。她看到我，伸出枯瘦的手。念念，你来了。我走到床边，没有握她的手。奶奶，你有什么话说？是我老太婆糊涂，委屈你了。她眼角滑下泪。廷琛他，对不起你，但你看看，能不能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放过顾家一条生路？我看着他，沉默了几秒。奶奶，您知道3年前我为什么嫁给顾廷琛吗？他摇头。因为我救过他的命。3年前他被竞争对手绑架，是我路过救了他。他醒来后说他爱我，会一辈子对我好。顾老太太愣住了。所以我以为他是真心，我隐瞒身份，做顾家最听话的媳妇。您让我跪着给您洗脚，我跪了；您让我给全家人做饭，我做了；您把苏浅浅请到家里，让我端茶倒水，我忍了。我眼眶发红，但没哭。可你们顾家从始至终只把我当免费保姆，当提款机，当传宗接代的工具。顾老太太闭上眼睛，泪水不断滑落。报应都是报应啊！我转身离开。1周后，顾氏集团正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。顾长海因涉嫌走私、洗钱、骗取贷款被警方带走。刘慧兰精神失常，住进了疗养院。顾雨薇因3年前肇事逃逸被重新立案，
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而顾廷琛在顾氏破产后，带着仅剩的一点钱逃到了东南亚。我没有追，因为我知道有些报应迟早会来。苏浅浅的案子开庭那天，我作为证人出庭。他因为诈骗、偷税漏税、伪造证据、故意伤害等多项罪名，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。审判结束后，他被法警押走。经过我身边时，他突然挣扎着冲过来，被法警死死拦住。沈念，你不得好死，你会有报应的，我诅咒你一辈子得不到幸福。我停下脚步看着他。苏浅浅，你妈上个月去世了。他愣住了，眼泪瞬间涌出来。你说什么？癌症复发，你拿我的钱去整容、买包、养男人，却没给你妈交过一次住院费。她走之前给你留了一封信。我递给他一封信，他颤抖着接过，拆开看了几眼，突然捂住脸，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。妈！我没有再看他，转身离开。那一刻，我心里没有快意，只有空落。3年前，苏浅浅还是个扎着马尾、眼睛里带着光的女孩。她说等她红了，要给我买最大的房子，给我最好的生活。如今她成了阶下囚。我不知道是谁改变了谁，但我知道我们再也回不去了。顾家的事告一段落后，我把 M 集团总部迁到了 A 城。沈国邦身体不太好，我接手了沈氏国际。陆时衍的陆氏集团与沈氏国际宣布战略合作，强强联手。媒体给我起了个外号，商界女王。我没有拒绝，因为我终于明白，只有自己强大，才不会被人欺负。1个月后，我参加了 A 城商界晚宴。顾家曾经的朋友，如今见了我都笑脸相迎，谄媚的不得了。我端着酒杯，游刃有余地应付着。忽然，门口一阵骚动，一个穿着高定西装的男人走进来，英俊逼人，气质沉稳，是陆时衍。他走到我面前，微微欠身，沈小姐，能请你跳支舞吗？我笑着把手放进他手心，音乐响起，我们滑入舞池。谢谢你，陆时衍，我轻声说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，在我最狼狈的时候，一直站在我身后。他低头看我，眼神温柔，以后换我站在你前面。我笑了，眼眶有些湿润。舞池里，我们旋转贴近，周围的目光有羡慕，有嫉妒，也有祝福。但我知道，这一切都是我应得的。3个月后，我在手机上看到一条新闻：东南亚某国发生一起恶性案件，一名中国籍男子因欠下巨额赌债，被当地黑帮打断双腿，扔在街头。经证实，该男子为原顾氏集团总裁顾廷琛。我看着新闻里那张落魄的照片，几乎认不出他。照片上的人骨瘦如柴，躺在路边，眼神空洞，哪里还有半点豪门少爷的样子？我关掉手机，走到阳台。A 城的夜色很美，万家灯火如星河。陆时衍从背后抱住我，下巴搁在我肩上。看什么？看星星。我笑了笑，你说，人这一生，什么最重要？他想了想，问心无愧。我转身看着他，你说得对，所以我从不后悔。他低头吻了吻我的额头，以后我陪你。我靠近他怀里，听着他平稳的心跳。3年前的沈念，为了爱情，
卑微到尘埃里。3年后的沈念终于明白，真正的爱是势均力敌，是并肩而立。而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光。顾廷琛后来被接回国内，因为有案底，又被顾家曾经的仇家报复，最终在精神病院度过余生。刘慧兰在疗养院疯了，每天喊着沈念那个扫把星。顾长海在狱中病逝，顾雨薇出狱后远走他乡，不知所踪。苏浅浅在狱中表现良好，减刑2年，出狱后他去了一个偏远山村，做了支教老师。听说他每年都会去他妈的坟前烧纸。林薇薇因为诈骗和偷税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，出狱后他到处跟人说我是小三上位，被陆时演的律师团队告得倾家荡产，最后疯了。而我沈念在离婚1年后嫁给了陆时演，婚礼很盛大，外公和苏振廷都来了，2个老人握手言和，说要把欠我的都补回来。我站在台上，看着台下那些熟悉的面孔，忽然觉得人生就像一场大戏，有人出场，有人退场，而我终于做回了自己的主角。番外，他等了我10年。婚礼前1周，我收到了一封信，信是手写的，字迹工整，信封上贴着一张已经泛黄的邮票，邮戳显示这封信从 A 城寄出，时间是1个月前。我拆开信封，里面掉出一张照片，照片上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孩坐在海边的礁石上，风把她的长发吹得飞扬，她回头看向镜头，笑得眉眼弯弯。那是我，18岁的我。照片背后用钢笔写了一行字：念念，新婚快乐。我知道你永远也不会再回头看我，但我还是想让你知道，从18岁到28岁，我爱了你整整10年。落款是顾廷琛。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，久到陆时言走过来，从身后轻轻环住我的腰。怎么了？他的声音低沉温柔，带着刚睡醒的沙哑。我把信递给他，他扫了一眼，眉心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。精神病院还能寄信？他语气里听不出情绪。我问过，是用代笔的名义寄的，他口述，护工代写，照片是他提前托人夹在信封里的。陆时眼沉默了几秒，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，然后牵起我的手。如果你不想看到，我让人处理掉。我摇头，不用，留着吧，至少证明我曾经以为的爱情也不是一场彻底的谎言。陆时眼没再说话，只是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。我侧头看他，晨光从落地窗倾泻进来，给他冷硬的下颌线镀上一层柔和的金边。这个在商场上杀伐果决的男人，在我面前永远温柔的不像话。陆时眼，你有没有瞒着我的事？我突然问。他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，有。我心里一紧，什么？等婚礼那天再告诉你。哦。婚礼在 A 城最大的庄园举行，沈国邦包下了整座庄园，光是布置现场的玫瑰就用了99999朵。他说他外孙女出嫁，必须让全城人都知道什么叫排场。苏振廷也不甘示弱，他带着苏家107口人从港城飞过来，一见面就跟我外公拌嘴。沈老头，这婚礼怎么只摆玫瑰？牡丹呢？我让人从洛阳空运了3000盆牡丹，什么时候摆上？土暴发户。我外孙女喜欢玫瑰，
就摆玫瑰。你说我暴发户，你们沈家才不过3代，我们苏家可是从清朝就做生意了。我坐在化妆间里，听2个80多岁的老头在外面互怼，忍不住笑了。沈小姐，你笑起来真好看，化妆师给我上最后一层定妆粉。我看向镜子里的人，一袭洁白婚纱，头发盘成优雅的髻，几缕碎发垂在耳侧，露出线条精致的锁骨。耳垂上那对钻石耳环是陆时衍的祖母传下来的，他说这是陆家给未来儿媳妇的。3年前，我连一件像样的礼服都没有。3年后，我穿着全球仅此一件的高定婚纱，脚下踩着18万的婚鞋，在9万朵玫瑰的香气里走向我的新郎。婚礼进行曲响起，沈国邦挽着我的手走过长长的红毯。念念，外公今天把你交给陆时衍，你放心，他要是敢欺负你，外公第一个打断他的腿。我眼眶发热，外公，我不会再被人欺负了。好，他拍拍我的手，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泪光，像你妈妈，你妈妈当年也是这么倔，这么好看，可惜她没能等到这一天。我轻轻捏了捏外公的手，他会看到的，他一直在天上看着我。红毯那头，陆时衍站在花架下，他穿着黑色手工西装，领结系得一丝不苟，那张脸好看到让台下无数女宾客倒吸凉气。他看着我，目光穿过红毯，穿过9万朵玫瑰，穿过所有人，直直地落在我的眼睛里。我在他面前站定，沈国邦把我的手交到陆时衍手里。陆家小子，记住你今天说的话。陆时衍点头，目光没有离开我的脸。外公，我等这一天等了10年。我愣住了。10年？他和我10年前就认识了吗？陆时衍看到我眼中的疑惑，勾了勾唇，等会儿告诉你。神父开始宣读誓词。陆时衍先生，你是否愿意娶沈念小姐为妻？无论贫穷与富有，健康与疾病，顺境与逆境，都爱她，尊重她，陪伴她，直到死亡将你们分开。陆时衍看着我，眼神坚定而温柔。我愿意。沈念小姐，你是否愿意嫁给陆时衍先生？无论贫穷与富有，健康与疾病，顺境与逆境，都爱他，尊重他，陪伴他，直到死亡将你们分开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清晰地回答：我愿意。交换戒指的时候，我的手有些抖，陆时衍握住我的手，动作很轻，像是在触碰什么稀世珍宝。他把戒指缓缓推入我的无名指。沈念，从今天起，你是我的妻子，我不会让你再受任何委屈，就算全世界与你为敌，我也会站在你身后。我哭了，这一次是幸福的眼泪。啊！晚宴上，陆时衍被灌了不少酒。他酒量好，但架不住一群损友轮番上阵。我到他的时候，他正被几个发小围着，手里端着一杯白酒，耳根泛红。行了啊，你们把我老公灌醉了，我晚上还得照顾他。我走过去，很自然地挽住陆时衍的手臂。嫂子，时衍哥千杯不醉，这才哪到哪啊？就是，嫂子别心疼，我们替你试试他的酒量。陆时衍把酒杯放下，淡淡扫了他们一眼，差不多得了。我的新婚夜，你们也敢耽搁？一群人哄笑起来，起哄的声音更大了。我脸红了一下，悄悄拧他胳膊。
他低头看我，眼神迷离而深情。走，带你去看个东西。他拉着我离开宴会厅，穿过长廊，来到庄园后面的草坪上。那里停着一架直升机和2辆黑色轿车。陆时衍，这是？上飞机，带你去个地方。我被他带上直升机，螺旋桨的轰鸣声里，他给我戴上降噪耳机，然后握住我的手。你会喜欢的。飞机起飞， A 城的夜景在脚下次第铺开，万家灯火如星河，美得不像话。半小时后，直升机降落在海边。他牵着我的手走下飞机，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迎面扑来。月亮很大，海面泛着粼粼的光。这里是你18岁那年来过的地方。我愣住了，仔细看，海边的礁石，远处的灯塔，还有脚下细软的沙滩，一切都那么熟悉。我18岁那年，在这里救过一个溺水的男孩。我喃喃道，那天下着雨，风很大，海浪卷上来，我差点以为自己也会死。我猛地转头看向陆时衍，那个男孩是你。陆时衍笑了，那笑容在月光下温柔的让人心颤。是我。我张着嘴，半天说不出话。那天我被几个想绑架我的绑匪追到海边，我不会游泳，只能拼命往海里跑。海浪把我卷走的时候，我以为我死定了，然后你出现了。他顿了顿，声音低下来。你把我拖上岸的时候，我已经昏迷了。我醒来的时候，只看到你离开的背影，白色的连衣裙，沾满了泥和水。你的手机掉在沙滩上，我拿走了，因为上面有你的照片，18岁的你。我从包里翻出那张照片，就是婚礼前收到的，顾廷琛寄来的那张。这张照片是你的？对，顾廷琛18岁那年，趁我不注意，从我书包里偷走的。他拿去做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但照片上的时间和那天吻合。我呆住了。顾廷琛信上写的18岁到28岁，原来用的是这张照片。他以为这张照片是他自己拍的，其实那是陆时衍的。所以你从那时候就开始找我？我问。找了你整整3年，直到你在川西支教，你外公找到了你，我也找到了你，但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我是谁，你就告诉我你要嫁给顾廷琛。我鼻子一酸。所以你就看着我嫁给了别人。你以为顾廷琛那个生物科技项目为什么会让你帮忙写？你以为林浩为什么会成为我的人？你以为顾家每次遇到危机，为什么总有人暗中给你兜底？我瞪大了眼睛。都是你在帮我。我没有帮你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无论你选择谁，我都会在你身后。你难过了，受委屈了，被欺负了，我随时都在。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陆时衍，你傻不傻啊？他把我拥进怀里，下巴抵着我的发顶。傻，但等了10年，娶到了你。不亏。我埋在他怀里，哭得像个孩子。原来这世上真的有一个人，从你18岁到28岁，默默爱了你10年。原来那些我以为孤军奋战的日子，他一直都在。海浪拍打着礁石，远处灯塔的光扫过来，又扫过去。我抬起头，踮起脚，吻上了他的唇。陆时衍，谢谢你，等了我10年。他加深了这个吻。沈念，我爱你，从10年前的那片海开始，到永远。番外结束。
但属于沈念和陆时演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